外形动作来引动内气，叫上升为吸，指手，好比起势，这手的上升的为吸气，下降为呼。也这个经济独立，上升吸气，下降为呼。这上升为吸，下降为呼，这是几个大的规矩，大的规律，小的先不要管它。第二是合为吸，开为呼。你的手合吸气，然后开和呼气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，在发力的时候，虚静为呼为吸，虚静为吸，好比这个玉女康歌，这都吸。发劲的时候为呼。你现在你就注意这三个方面，其他的快的、慢的、大的、小的、高的、低的动作，你不用管它，顺其自然的呼吸。等到你的内气与外形能完全贯通了，这个时候你身法要协调了，周身要相随了，内气与外形能贯通了，这个时候他呼吸就自然而然的就配合上了。但是也不是那么绝对的。你要知道，人体所以它的运动规律是符合人体生理规律的，也是符合大自然运转规律的。那你按照它的正确方法，不管去练到那个时候，自然而然就能结合，就包括大小周天。你也不要刻意的去追求，刻意的去想，刻意的讲去追求的话，它就会出现问题，毛病了。昨天有人问气功为什么会有走火入魔，那个一句话就是刻意追求，因为它没有顺其自然，它的内功、内力、功力它没有达到的时候，他盲目的去追求，刻意的去追求，然后就把他的气都提，他首先要打通小周天，小周天的人脉下降，督脉上升，然后小周天最难过的叫玉枕关，风池穴，玉枕关就是后脑，这个地方是毛细血管最薄弱的环节，往这儿冲，再冲到百会是很难上去的。这都是一种相，把气都聚到这儿了，冲不过去，有时候突然一惊吓，有些一开门，有些是猫过来了，把它的水瓶打倒了，有些一开窗户，咣当一声，一惊吓，气冲大脑，神经错乱，所以走火入魔，都是这种原因。OK， 所以我们练太极，不是用这种意念的空想来打通的，我们是用内气来吹通的。内气你慢慢充足了，它是不断的渗透，就像水灌溉田地一样，慢慢的往周身各个部位渗透。它慢慢渗透了，就叫大河有水，小河满。大河水充足了，毛细血孔里边的气都灌满了，它自然而然就贯通了。咱们这个通是叫实质性的通，而不是虚拟的通。虚拟的通，它就一个急于求成，容易出现毛病，走火入魔。第二个，你练之则有，不练则无。练的时候有，不练就没有。所以我们这种方法是教你一套方法，让你不断的练功，加大你的功力，充实你的内气，让它慢慢的渗透到你的毛细血孔各个环节、各个穴位、各个经络，这样自然而然的把它吹通了。小周天通，那不算通，必须要大周天通。大周天是全周身的，是劳宫、百会、涌泉，最重要的是涌泉。所以陈氏太极拳最难打通的就是下脚上，所以他在第一层功夫，他的气表现在手上；第二层功夫，气表现在丹田；第三层功夫，气表现才在脚上。你到了脚上，这个才叫真正的通了。
最难过的膝关节、委中穴。所以过去很多老先生都讲，骡马吃豌豆，力量可以过膝。开始我不理解什么意思，我问他们，他说你听那个马蹄声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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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它能听几公里，爬到地下，马蹄震动啊，那声音很渗透。就是骡马吃豌豆，吃大麦，吃豌豆，它气可以过膝盖。后来我80年我气打通以后，我才知道什么叫气过膝。当时不理解，你气过去以后一下贯通了，贯通那种感觉就是开始你所有的手心发热、手指发麻、发胀、丹田发沉那种感觉，就昨天讲的那种膨胀的感觉。没有通之前都是时有时无，忽隐忽现，练之则有，不练则无。你只要丢下3个月，啥都没有了。你可能再找回来的时候，1个月、2个月、3个月才能找回来。就到你打通的时候，这种感觉是始终携带的，就永远不会再消失。这都叫贯通。发声也是顺其自然，因为你的呼吸。在吸气的时候，因为咱们练习开始是顺呼吸，就是胸腔生理现象的自然呼吸，它叫顺呼吸。这种顺呼吸就是生理的现象呼吸，它1分钟可能就呼吸12次到14次。咱们通过练功，要把这个呼吸逐步调整到每分钟10次、8次、6次、4次、2次，甚至1分钟吸1次。那才叫深长细匀的呼吸。你这呼吸必须要调到8至6次以下，你才能感受到什么是腹式呼吸。腹式呼吸也叫逆呼吸，它而不是就昨天的问题。它当然这人体它这个整个都是通的，当然它吸气是吸在肺腔，但是通过肺腔的膨胀。庞大，它的呼气它可以渗透到你各个毛细血管。它肺腔它跟这个都是通的。为啥它能有胸式呼吸和腹式呼吸之分？也就是你的功力的差别，而不是那种任何人都有的。所以这种腹式呼吸它是靠你练出来的。正常人的呼吸叫腹式呼吸。发声是啥意思呢？因为我昨天也讲了，咱们练的是速度的力量啊。我们要想快，要把你周身所练的气要达到你要应用的就一点要应用的地方。这个速度是达到什么速度？0.015秒钟，啪到了。你还要按照正常的呼吸，那就跟不上了啊。所以他的呼吸快的时候加快。你速度加快了，它呼吸也加快了，所以它就发声了。发声了，这个发声了，也是顺其自然，也不要去故意学哪一个老师怎么发声。你只要感觉到，不是张口，也不要憋气，也不要张口，不要憋气的情况下，你呼吸怎么顺畅，怎么快，那你就让它发出去，这是自然的状态，不是刻意的啊。因为它是配合动作速度的问题，所以它呼吸加快了，带出一点声音来。其实也不用去注意这个，不用注意的，你顺其自然的，就把微调，不要张嘴去呼吸，不要那个憋气，不要这憋着气不敢让它出来。除了这2个，你随便都可以。